就在这两天，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了，非农就业报告延迟，CPI 通胀数据可能延迟。而就在10月29号，美联储还要有一场关键的议息会议，这就意味着美联储可能要在蒙着眼的情况下决定未来的利率政策。美国政治的拉锯战正在直接撼动美元、黄金，甚至整个全球市场的节奏。这不仅仅是一场预算案的争吵，而是一场正在撬动全球资产定价的政治剧场。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讲清楚这次停摆会对美联储决策和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历史上，美国政府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门？更重要的是，从投资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美元承压、黄金可能起飞的机会？别小看这次政治戏码，它背后隐藏的呢，是一次又一次美元体系的压力测试。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件非常关键的事儿：美国政府的这次停摆，并不只是国家公园关门、联邦员工放假这么简单。它最致命的影响就在于最关键的经济数据的发布将全面受阻。咱们先来看看时间线啊，10月3号原本应该发布非农就业报告了，10月15号呢应该是 CPI 通胀数据的发布时间，10月29号应该美联储召开议息会议，决定接下来的利率政策方向。但是现在，因为政府停摆，劳工统计局的所有数据收集和发布活动都被暂停了，非农报告直接推迟 ，CPI 也面临着相同的命运。换句话说，美联储在10月底要开会的时候，很可能拿不到这些关键的数据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知道啊，美联储的决策几乎是数据依赖型的。非农就业数据会告诉他们劳动力市场热不热 ，CPI 告诉他们通胀压不压得住，而这些指标呢，是他们决定降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的方向盘。但是现在方向盘被突然拔掉了，这就好像一个司机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眼前一黑，但是他还必须往前开，可是他又看不到路。接下来市场会进入一种很微妙的状态。首先，如果停摆时间短，比如说1周左右，那数据呢可能还会赶在会议之前发布，对市场来说干扰不大，属于小插曲。但是如果停摆时间过长，比如说2-3周，甚至更久了，那非农 CPI 统统会被延迟，美联储就真的得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拍板利率了。那市场的预期呢就会开始发散了，比如有的人就会认为美联储会观望，那就偏鸽派了；有的人担心呢美联储会误判，就偏鹰派了。利率预期的波动啊，会直接反映到美元、黄金和债券市场的价格当中。这种信息断档的时刻，往往是市场波动最活跃、最容易出现短线机会的时刻。特别是对于黄金、白银、大宗商品这种对美元走势最敏感的板块，一旦美元因为政策不确定性而转弱，那么资金呢就会往这些避险资产里面去流。所以你看啊，政府停摆表面上是政治闹剧，实际上它已经撬动了货币政策和市场预期的底层逻辑。接下来呢，咱们就得看看美国政府为什么3天2头就关门，这种停摆剧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先看历史啊，停摆在美国其实很常见。自从1976年美国实施现代预算制度以来，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超过20次的停摆或者是部分停摆。1970年代几乎年年都有，有的时候一年好几次。1995到96年，克林顿 PK 共和党人，造成了21天的停摆。2013年，奥巴马医改法案引起了争议，造成了16天的停摆。2018年到19年，特朗普为了修边境墙争取拨款，造成了35天的停摆，是目前为止史上最长的。而这次2025年的停摆呢，又是同样的老戏码，两党谈不拢，资金断档，政府关门。停摆的真正原因啊，不是没钱，而是谈崩了。美国政府的每一笔联邦支出都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财政年度的截止日期是9月30号，国会呢必须在此之前通过12项拨款法案，如果没通过，那么就要依赖临时拨款法案来续命。一旦这个临时拨款法案也谈不拢，那么就会依法触发停摆，政府非必要部门必须关门。那么怎么会谈不拢呢？因为这个两党啊，在钱怎么花上面往往分歧巨大。医保社保支出，共和党要控制，那民主党要扩大；税收政策，共和党主张减税，民主党主张对富人和企业加税；国防和社会福利，谁拿更多预算？移民政策、边境墙拨款之争就是典型的案例。
气候、教育、医保等意识形态的议题呀，可以说每一个都是雷区。这些分歧本身就很难调和，再加上国会的这个程序门槛更是火上浇油。美国的预算需要通过2个关口，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呢，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了，那哪个党掌握多数席位，哪个党就说了算。参议院呢，必须拿到60票才能够通过预算法案，所以即使一个党同时控制了参众两院，也往往拿不到这60票，还得拉对方的人来合作。而在高度对立的2党格局之下呢，这种合作往往会谈崩。于是每隔几年，美国国会就会上演一次这样的剧情：你不让我加医保，我就不给你拨款；你不给砍福利，我就不签预算。然后呢，啪，政府就会停摆。更棘手的是，现在的美国财政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张。2024年财政年度的赤字超过了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总额突破了36万亿美元，利息支出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军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2党在预算谈判的时候会更加的寸步不让，一方主张砍开支，一方主张加税、扩大福利，结果就是矛盾激化，停摆的频率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停摆是其政治体制的内在制度周期。每隔几年，这场政治闹剧就会上演一次。对内是政治拉锯战，对外呢，则是美元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咱们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这类事件虽然在美国是老戏码了，但是对于全球市场，尤其是黄金、美元和风险资产来说呢，每一次都会掀起不同程度的涟漪。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在历史上市场在停摆期间究竟会怎么走。很多朋友一听到美国政府停摆了，第一反应就是会不会股市大跌呀，美元崩盘呀，是不是又要爆发金融危机了？但是如果我们翻一下历史数据，你就会发现和想象完全不一样。咱们先来看股市根据标普500指数的历史统计，在过去的几十次政府停摆期间，股市平均涨幅 0.3%， 中位数涨幅 0.1%。也就是说，在停摆期间，美国股市并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大跌，有些年份甚至还是上涨的。比如说1995到96年那次长达21天的停摆期间，标普500呢上涨了大概 1%。2013年那次就是奥巴马的医保争议，股市在停摆期间表现也是平稳的。18到19年那次史上最长的停摆期，市场波动呢确实加大了，但是没有出现崩盘。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市场早就见惯不怪了。类似政治拉锯事件本质上属于短期的不确定性，而不是经济基本面的断裂，所以呢，资金并不会恐慌性的撤退，有的时候反而趁机低价吸筹。接着咱们来看看这个美元和股市不同，美元在政府停摆期间呢，往往会承压走弱，因为这类事件在国际上传递的信号不是破产，而是政治不稳定财政僵局美元制度风险尤其是像现在这样，美元本来就处于相对疲软的周期，再叠加政府停摆，那市场对美元的信任感呢会被进一步的削弱，投资者这个时候会自然的把资金从美元转向避险资产，比如说黄金啦、白银大宗商品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全球市场对停摆这类新闻非常敏感，不是怕美股崩了，而是怕美元掉链子。最后呢，咱们再看看黄金和大宗商品当美元走弱的时候，谁最受益那肯定是黄金、白银、原油、铜、农产品一整个大宗商品板块，因为它们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一旦贬值，相当于这些资产呢自动涨价了。再加上投资者在政治不确定时期的避险情绪，黄金往往在停摆期间会表现出比较强的抗跌性，甚至出现上涨的行情。举个例子，2013年那次停摆期间，美元指数走弱，金价出现明显的反弹。2018年到2019年那次虽然股市震荡，但是黄金一路是稳步上扬，成为少数赢家之一。所以你会发现，停摆不等于股灾，停摆等于美元制度的信任感被削弱。那美元走弱呢，又会导致黄金、白银大宗商品受益。所以政府停摆导致美元承压，导致黄金大宗商品相对走强。当然，光看历史表现还不足够，更重要的是，这类停摆背后的政治结构是周期性的风险，而不是偶然一次。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讲讲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僵局会在今年年底前再上演一次，也就是说，今年的戏还没演完。今年的众议院呢是由共和党控制的，
众议院的预算投票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通过，所以共和党在众议院推动这个预算案呢是毫无悬念的。难点在参议院，参议院呢有100个席位，共和党目前有53个。预算案要在参议院通过，必须拿到至少60票，才能绕过冗长的辩论程序。也就是说，共和党必须要拉到至少7个民主党议员一起投票。那问题是这次他们没拉到，投票的结果呢是55比45，没有过关，于是政府停摆了。这次两党僵持的焦点主要就是医保补贴政策，民主党希望撤回部分削减，继续加大补贴，共和党呢则坚持不动，主张延续现有的削减，双方谁都不肯让步，结果就是拨款法案卡在了参议院，政府自动关门。更讽刺的是，这次两党争的不是一整年的预算，而只是一份为期7周的临时拨款法案。也就是说，就算他们现在谈妥了，政府重新开门了，到了7周之后，也就是今年的12月中旬，同样的这场政治拉锯战还要再上演一次。从历史数据来看呀，过去50年，美国政府停摆的平均持续时间大概是8天，有的呢只是1、2天，有的呢得拖上几个星期。所以这次停摆最终会持续多久，现在谁也说不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这次什么时候结束，年底那一轮第2幕拨款大战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你看，这不是一次性的黑天鹅，而是一场植根于美国两党政治、预算程序、财政失衡的制度性风险循环。每一次停摆呢，都是美元体系的一次小型压力测试，每一次拉锯都会对市场预期造成扰动，而这类事件的节奏感和可预期性，反而给了投资者提前布局的机会。所以，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不会只盯着有没有停摆，而是要看这类政治周期如何影响资产配置。作为投资者，我们该怎么提前布局资产配置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从短期、中期、长期3个维度来看。首先，短期来看就是未来几周，那避险对冲为主。短期内市场的焦点肯定就在停摆会持续多久呀？非农 CPI 什么时候能够发布呀？美联储的政策会否因此误判呀？在这种不确定性阶段呢，通常会出现几个特征。首先，这个美股可能维持震荡格局，但肯定不会系统性崩盘，但是它的波动会加大。第二，美元容易受到政治事件的冲击，出现阶段性的走弱，资金呢会流向黄金、白银和大宗商品等避险板块。那从实操层面来讲，短期我们可以适度增加黄金相关的 ETF 配置，白银和部分大宗商品的 ETF 比如说能源、铜也可以小比例的参与，用来对冲美元的波动风险。短期策略的重点不是赌方向，而是防风险留机会。从中期来看，就是未来的2到3个月，决定市场方向的核心变量是美联储如何在数据延迟的情况下处理利率政策，以及市场对美元的信心是否持续下滑。如果停摆的时间拖得比较长，或者年底第2轮拨款大战再次爆发，那美联储呢就可能会采取偏鸽的谨慎态度，美元会承压，利率预期波动会放大，那么债市、股市、黄金之间的联动会更加明显。从中期来看，大家可以配黄金 ETF 因为继续保持战略性的配置，中期美元弱势会导致黄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商品 ETF、工业金属、铜，特别是在美国财政扩张和供应紧张叠加的背景之下，有望随着美元趋势走强。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持有更多的美元现金或者美债的话，可以考虑适当分散到非美元计价的优质资产，或者就是黄金，作为对美元疲软的一个对冲。股票市场中期就要关注板块的分化了。如果利率预期下行，科技成长的板块呢可能会重新获得支撑，但是要看 CPI 就业数据补发之后的方向。中期策略更像是一个博弈趋势的阶段，要重点观察美元的趋势拐点和美联储立场的变化。长期看就是从年底到之后，那美国这类的政治停摆、临时拨款再停摆的循环不会消失，这就是它政治制度的一个结构性的产物，也是美元体系的一道裂缝。与此同时呢，美国财政缺口是在扩大的，它的赤字高企，国债不断在攀升，利息支出呢已经超过军费。未来的几年来看，美国财政政策和政治周期将会长期的交织，导致美元面临中长期的压力。那从长期来看的配置建议，首先黄金、大宗商品
仍然建议继续作为长期的核心配置，特别是在美元周期下行的阶段。黄金是美元信任波动的终极对冲器，大宗商品呢是财政扩张和通胀压力下的价值锚。第二就是全球资产多元化，不要把所有资产呢压在单一市场或者是单一货币上面，可以配置部分优质的海外 ETF、非美元资产，构建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第三就是要压住优质的股票和 ETF。长期来看呀，股市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公司的基本面和科技创新，但是政治波动呢会影响投资节奏，所以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不是去预测每一次政治事件的输赢，而是把这类制度周期呢纳进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当中。短期要对冲，中期要顺势，长期要布局。政府停摆看似是一场政治戏码，但是它对美元、黄金和全球资产的冲击呢，是一层一层扩散的。如果我们能把这套政治、宏观、市场配置的逻辑串起来，面对年底的第二轮拨款大战，你就能够从容的应对，甚至是提前的站位。但是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中国的观众心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开。就是美国政府居然会停摆，他们的财政出了问题吗？是不是美元以后也不行了？那这其实呢是中美财政制度最根本的差异之一。在美国呀，这个预算必须要由国会两党通过，参议院呢还得跨过60票的门槛，谈不拢就得依法关门，数据会暂停，服务会停摆，联邦员工会被迫休假。所以停摆是美国政治体制自带的一个制度现象，和财政破产没有关系。而在中国，预算执行呢是行政主导的，财政高度集中，不存在国会卡预算，也不存在政府停摆这种情形。即使遇到经济波动，那也更多是通过财政调度、专项债、货币政策来平滑节奏。所以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呢，美国政府停摆这种新闻往往会产生一种直觉性的震撼，但是它的实质呢，其实并不是美国的国家财政垮了，而是美元体系的又一次制度性压力测试。从投资的角度，中国投资者在这场全球政治的波动当中，既有挑战，也有机会。挑战就在于很多资产，比如说黄金、大宗商品、美元资产，它价格波动的源头呢，并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政治和美联储和美元走势的多重因素叠加当中。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就很容易在行情波动的时候跟风，或者是被动的应对。但是机会就在于，这种政治事件往往会带来美元的阶段性走弱，黄金和大宗商品的相对强势，而中国投资者最近几年来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可以间接参与了，比如说黄金的 ETF、商品 ETF、QD 基金，甚至是港股、美股的 ETF 产品，这就为全球视角的资产配置提供了工具的基础。只要你能够把美国的政治节奏、货币政策和美元的走势和自己的投资组合串联起来，你就能够从事件的旁观者变成资产的主动布局者。无论是政府停摆，还是美元的波动，还是美联储的政策变化，这些早就不是美国的家务事了，而是影响全球资产定价，包括我们在内的中国投资者的真实回报。在这个全球资本流动高度联动的时代，全球视野加多元配置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必须具备的底层能力了。全球配置是未来的大势所趋。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